其实发酵的过程是对于酵母菌来讲，酵母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人类来讲，所谓的糖类经由酵母分解，然后产生的这个酒精，当然还有一些副产物的东西，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美味的饮料，喝了会飘飘然、醺醺然，然后利用这些发酵后的酒呢，再去做蒸馏，会觉得这个人生很有意思。但是问题是对酵母来讲，它产生酒精是不得已的。人类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或是他种事物的痛苦上面。毕竟人类在地球是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刚刚讲的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酵母菌呢在发酵的过程，不论它是哪一种酒，酿造酒，我讲的是酿造酒 wine 这种东西，它发酵的过程呢，或是说我们讲说酵母菌的生活的过程，生活跟人一样，菌种这种非病毒的就这种我们一般的这种菌它只是比较小的东西而已嘛。它跟人一样，跟所有的动物一样，它的主要生存目的是要繁衍下一代。我这阵子看了一些，有时候去公园啊，去骑车啊什么，看到就是有带小朋友的，基本上我觉得我现在开始会觉得很羡慕。不是因为什么老了，然后什么有人会养你或者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生活的好处，但是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生活的优点。这种东西很难讲，就是说，如果你年纪没有到，你也许就没办法体会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或是即便你年纪到了，你也不见得能够体会。这阵子很流行所谓的孤独死这个东西嘛，那孤独不是流行啊，就是很多种所谓的孤独死。不管你有名没有名，或者是你家财万贯，或者是你只是一贫如洗的流浪汉。把话题绕回来，就是说，我们去想象一下酵母菌呢，它就是一个生物。当它在一个充满了糖水，这些对它来讲是食物的这个空间里面，或者是一个发酵槽里面，它一开始当然是很快乐的吃吃喝喝嘛，所以他吃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要繁衍下一代，就是你吃东西，我在繁衍，它在分裂啊，在繁衍下一代。然后它需要有能量，所以糖在初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对酵母菌来讲是它的能量来源。可是不要忘记一个事情哦，酵母菌跟人一样啊，跟所有的动物、植物一样，它们都需要氧气，都需要呼吸。氧气如果不存在的话呢，以人来讲，可能2-3分钟、30分钟就过世了，而且这不可逆啊！即便救回来，你脑部缺氧，可能人都傻了，变植物人。但是酵母菌比人坚强的是，它即便刚开始发酵槽桶子是打开的那种发酵槽好了，它还是有氧气啊，它拼命的这个快乐的生活，所以酵母菌一开始是很迅速的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会产生热，所以因为
它消耗了这个氧气，还有这个糖，然后透过水的溶剂呢，过程里面它产生了能量，我记得好像叫 ATP 吧，这个高中的生物我已经忘记了。这样产生的能量是最多的，让它能够生活繁衍下一代。可是当它越繁衍越多的时候，这桶子里面呢，一般酿造是不加糖的，所以就是桶子原料的糖分呢，就会越来越少。那越来越少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会变少？水是溶剂，溶剂这种东西表示过程中它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有多少就是多少，那种蒸发的不算哦。还有一个东西会变少，就是氧气，氧气会变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酵母菌最后它在那个桶子里面，因为它的过程里面，它跟人一样，拼命的吃喝生活，然后繁衍下一代。可是它在桶子里面呢，当它在进行这个所谓的繁衍的过程中，它也会产生代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真的跟人一样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还要重 ，CO2 嘛，多了一个 C 嘛，所以比氧气还要重。也就是说，发酵槽。酵母菌在这个发酵桶，这个含水的发酵桶里面，它刚开始在成长的时候，那个产生的这个气体，所谓二氧化碳这种东西，泡沫这种东西，它会慢慢的往上升，会堆积在这个发酵槽的液面的上层，因为它比较重。题外话哦，就是说你发酵的东西呢，因为如果我们常听到有这种公安事件，就是不管是发酵或是做什么化学的一些制造过程什么的，有些气体会比较重，沼气会比较重，会留在桶子底部。然后你如果贸然就下去，没有穿戴这些设备的话，你可能一下就昏掉了，而且一昏掉之后，你人一定倒下去嘛，你更吸不到空气，然后很容易就会死亡啊，或者是被救回来，人也不行了。同样的道理，就是酵母菌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然后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它会遇到两个状况了。第一个是没有氧气的状况，无氧环境，或叫做厌氧环境。我们讲无氧好了，无氧环境，没有氧气了。第二个是他还要承受到他自己在过程里面呢，这个温度有提高嘛，然后前面就会产生一点点酒精了。可是这时候前面的酒精还不是重点哦，等到无氧环境底下的时候呢，它为了要产生足够的能量能够生存，它要 survive， 它要生存，所以它侏罗纪公园里面讲的，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对不对？它在那种环境底下呢，它自然而然就衍生出第二种能够让自己生存的方法，就是用另外一个机制来产生能量。这个机制呢，产生的能量 ATP 很少，是有氧气的时候，那个两个差了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倍数。而且在这个产生的过程中呢，为了产生能量，它还会去把糖吃下去之后，它还会产生不一样的废弃物出来，不一样的废弃物跟原来它在生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哪些废弃物？主要就是醇类，就是以醇为主，就是酒精。所以真正的发酵是在无氧环境底下，酵母菌把糖转化成为能量，然后还有香气，还有所谓的这个酒精，当然还有热量了哈。可是这样的结果呢，环境就比之前更糟糕了。本来就已经没有氧气了，然后你现在酒精又越来越多，就是排泄物越来越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种75度的酒精可以杀菌，对不对？其实不是75度嘛，只要是酒精到达某个浓度，20几度也可以杀菌啊。
也可以杀菌啊。那个菌酵母菌就自己就会死掉了，为什么？因为渗透压的关系。这个化学部分我不解释，就是说最后酵母菌是死在这个发酵槽底部的这个寂寞黑暗的环境底下，然后四周充斥着对他来讲是具有毒性的那个二氧化碳还有酒精，就这样子就死去了，变成渣渣。好，再加上那些发酵的那些，不管葡萄的酒粕啊，或是清酒的酒粕啊，或者是麦芽的那种酒粕啊，就这样在这个环境底下，然后这底下呢，其实讲的更恐怖一点，就是说这些属于他们的，不管是植物或生物细菌的这些残存的尸体 remains， 它会分解。那我们都知道说，跟人一样嘛，以蛋白质为主嘛，肌肉、肌纤维、蛋白质为主，它会慢慢分解，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所以不论葡萄酒或者是清酒，或是就是啤酒、麦酒，它都最后还是会有一些氨基酸，只是米的含量最多，所以它的氨基酸会比较高。这就是整个流程。发酵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它就是一个酵母菌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有它留下来的东西，还有它的遗体裂解出来的，然后对人来讲是属于美味的东西。这样讲好像没有人敢喝酒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知道发酵过程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控制的发酵的很好的话，那种越不利于酵母菌的环境呢，你越要能够创造出来，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人就是一个这么残忍的动物，我们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就像在公司里面嘛，在社会里面一样嘛，就是你是踏着别人的，你能够往上升，一定表示有人被你踏在底下嘛，对不对？财富的分配也是一样啊。我就秉持了15分钟讲一集的精神，然后这一集现在12分钟，快13分钟了。本来还有一个话题我要提的，就是有关于这个酿造酒怎么去做蒸馏。虽然我以前今天提过了，但是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释蒸馏的意义，但是来不及了，剩下大概就2分钟。各位只要知道蒸馏就是把原来酿造好的酒，不管是哪一种酒把里面的水比例减少，把水的比例减少，让酒精比例增加。所以蒸馏并不是在制造新的酒精出来，蒸馏只是把酒精原来酿造好的这个酿造酒呢，把里面的水尽量变少，水变少，酒精就变多了，相对来讲浓度就提高了，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所以蒸馏的过程要用到加热，为什么？因为热才可以把水变成水蒸气，把它散发出来，而且它利用的是酒精跟水两个所谓的比热的不同，就是它们蒸发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利用这个过程中，把它两个东西做分开。那这分开的过程里面呢，除了把水汽跟酒精的气体把它分开之外，还要小心控制在这温度也要好好的控制在原来酿造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香气，你希望它还是留着，尽量去留着。好，这就很多诀窍了以后再来谈。因为其实关于蒸馏这部分呢，我们有所谓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酒精有什么取头、取中间、取尾巴，那种蒸馏过程头、中段，然后尾巴。那个酿造酒在做这个压榨的时候呢，就是要去掉酒粕，把酒精还有那个发酵的那些香气啊，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留下来之后，它也要做这个分开的动作。当然，酿造酒就不是蒸馏了，而是透过压榨的过程，压榨或过滤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
也会有所谓的头，就是先出来的部分，还有中间，还有尾巴。这个东西以清酒来讲更明显哦，就是所以各位如果看到清酒上面有写一个中，中间的中，汲是汲取的汲，3点水一个及时的及哦，中级，那种东西通常都代表是特别优秀的产品哦。以后再说，今天最主要是要解释酵母菌可怜的一生啊。反正结论就是，它是在无氧环境底下，它才能够产生发酵的作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面团我们在面包哈，都面团在做用酵母菌在做发酵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酵母菌在这个面团里面，它后来开始发酵，也是因为面团里面已经没有空气了，空气被它用完了，它也是在制造这个能量，让自己能够生存。所以面包理论上都会有一点点酒的味道，只是面包呢因为它的酵母菌是不一样的，它产生酒精的多寡是不一样。第二个是面包这种东西一定会放到那个烤箱去烤嘛，一烤之后酒精味道就不见了啊，所以本来就少，在烤了就不见了，所以面包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没有酒精的产品来看待哈。好了，这一集最主要就是讲有关于这个酵母菌的短暂人生，为了人牺牲奉献。我是海恩哈，填土之道有道理，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